他大伯不能再少了，2斤陈米，哪怕里面掺着沙子也行。这丫头虽然饿得只剩一把骨头，但好歹有手脚，回去不管是当牛做马，总归能用得上。我居然没死，末世10年，没死在尸潮里，居然穿越到了一个快饿死的农家女身上。1斤半，多1两都没有。现在这世道，你嫌少，我找别人去。1斤半就1斤半，带走带走。末世10年，想拿我换口粮的人，早就都死了。你个死丫头，你反了天了你！你敢打主顾！城里的王大善人发善心了，要挑选干净周正的丫头进府伺候。只要被选上的，给10斤粗面做安家费。让让，管家老爷，您看看我能干活，我吃的少。管家老爷，奴婢什么苦都能吃，求老爷赏口饭吃，奴婢愿为老爷当牛做马。是个懂规矩的，身段也还行。带走吧。阿离，对不住了，我实在太饿了。你这般倔强，连亲爹娘都不认，哪个大户人家敢要你？你还是赶紧服个软，让你爹娘再给你找个主顾吧，好歹能换口吃的。他这番话明面上是关心，但实际上却是坐实了我忤逆不孝，性格乖戾。果然，管家原本扫向我的目光瞬间变成了嫌恶。我心里冷笑，进深宅大院当奴才，把命交到别人手里，这种蠢事只有未经末世毒打的人才干得出来。在废土法则里，绝对的自由和武力才是生存的唯一保障。我没理苏翠翠惺惺作态的话，转身快速扫视整片流元营。眼下这副身子孱弱不堪，方才一记擒拿便耗得我气力虚浮。荒年世道残酷，我一弱女子孤身一人，根本撑不过3日。我急需一名可靠同伴，既能充当肉盾，战力强悍，还能与我达成互惠交易。很快，我的视线越过喧闹的人群，定格在流明庸最边缘，靠近废弃城墙的一个阴暗角落里。那里空出了一大片诡异的真空地带，没有流民敢靠近那个角落3米以内。风雪中，一个男人正盘膝坐在破草席上，但我看到的却不是他的脸，而是他的手。那两手臂骨节粗大，手背上青筋暴起，小臂上的肌肉线条随着他打磨的动作，呈现出一种极其恐怖的爆发力。这是一个能在瞬间徒手扭断野猪脖子的真正的顶级掠食者。滚！你受伤了，而且伤得很重。虽然你刻意隐藏，但你每次呼吸肺部都有轻微的破音。更重要的是，你中了某种寒毒。现在的你空有一身力气，却根本没有精力去山里捕猎。你不怕我捏碎你的喉咙？你不会，因为你要活着，而我能让你活着。就凭这块破树皮？就凭我能把哪怕是毒草也做成能让你填饱肚子的饭菜。我不想被卖掉当奴才，我看中你的武力，你缺一个能保障你后勤的搭档。我们结盟，你负责清除危险，我负责让你吃饱。这笔买卖做不做？我叫秦战，如果今晚我吃不到你说的饭菜，我会用这把刀把你剔成白骨。我叫江离，放心，大厨从不让食客饿肚子。离开流民营的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那些原本叫嚣着的灾民，在看到秦战那张恶鬼般的脸和满身的煞气后，纷纷犹如避瘟神般让开了一条路。就连原主的爹娘也只是躲在人群后，连个屁都没敢放。我们一前一后，顶着风雪，朝着连当地猎户都不敢轻易涉足的深山走去。我的体力已经透支到了极限，但脑海中却一阵清明，因为就在刚才，我试探着感知了一下，发现前世伴随我在末世生存了10年的绝对保鲜空间，竟然也跟着我过来了。不仅如此，我对于食材的感知和净化提并异能，也还在我的灵魂处跃动。走了大约1个时辰，我们来到了一处被封的半塌山洞。等着。大餐有了，这可是能拔除寒毒的极品良药。
这就是你说的能填饱肚子的东西？吃一口就能让人肝肠寸断的红斑毒眩？你是哪家派来灭口的死士？竟然蠢到用这种东西下毒！我要是想杀你，刚才在流云营就不会跟你走，直接等你在这山洞里被寒毒冻死，不是更省事？生火，如果你不想今晚被饿死或者冻死的话。陶罐里的血水已经煮沸，咕噜噜的冒着泡。我将处理好的蘑菇一点点撕碎，扔进沸水中。没有油，没有盐，甚至没有任何调料。但仅仅过了半炷香的时间，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奇异鲜香顺着陶罐的缺口霸道地钻了出来，瞬间溢满了整个山洞。好了。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我捧起陶罐，先给自己灌了一大口。这时我突然发现，经过我异能勤奋的食物带上了一种微弱的治愈效果，我透支的体力竟然开始慢慢恢复。大厨先试毒，没死，你可以吃了。你在汤里放了什么？为什么我感觉我的暗伤好了一点？我说了，我叫江离，是个厨子。只要你负责把猎物带回来，我就能让你吃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你的身体底子亏空的厉害，但这不算什么。吃个10天半个月，我保你生龙活虎。好，江离，只要我秦战还有一口气在，这深山里的活物随你挑。你昨天说，只要是活物，你都能弄好吃。当然。住手！你干什么？这东西骚臭难汤，煮熟了难以下吞，留着干什么？以前连最底层的猎户都不会吃这种下水。暴殄天物！在古代，连盐都是奢侈品，更别说各种去腥的香料了，所以他们自然处理不好内脏。但我行。你帮我切一块板油，放在烧热的石板上。接下来的1刻钟，300斤野猪身上最好的一块肉和下水，被我们2人如同风卷残云般消灭得干干净净。这女人的手艺，如果放在军中，能抵100万大军的士气。吃饱后还剩近200斤野猪肉，放任不管极易腐坏，甚至招来野兽。
我借口往山洞深处存放，背过秦战催动意念，把大半鲜肉收进恒温保鲜空间，仅留10几斤挂在洞口掩人耳目。粮食危机暂时解除，我甚至开始盘算着怎么把这个漏风的山洞改造成一个坚固的木屋基地。然而，就在我准备转身去叫秦战帮我削几个木桩时，我的目光突然落在了那张被剥下来的野猪皮上。这是高山雪薯，一种在极端严寒下也能生长且产量极高的高淀粉作物。在这个极度缺粮、靠天吃饭的古代，这就是能活命的无价之宝。秦战，你是在哪里打到这头野猪的？它身上蹭到了。野猪不是我主动猎杀的，是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在被什么东西追赶，慌不择路撞死在树上。什么东西追赶？往后退，靠近岩壁。好身手！你以前练过？家里穷，为了不在深山里被豺狼吃了，总得学点保命的法子。这些狼尸，你打算怎么处理？把皮剥了，这几张狼皮又厚又密，削制好了，足够给你做一件过冬的皮球。至于肉，野狼的肉又酸又柴，还带着一股骚臭，煮不烂也嚼不动，扔在这儿喂野兽吧。扔了，败家！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不能吃的肉。皮毛归你包，这几百斤狼肉归我。狼肉之所以难吃，是因为它们常年奔跑，肌肉里的乳酸极高，加上食腐，肉质酸涩且带着毒素。但这对于拥有食材净化异能的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你在干什么？在试一种能让肉变好吃的法术。尝尝。江离，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你后半辈子能不能吃饱穿暖的衣食父母。好，我信你。吃饱喝足，我将剩下的几百斤狼肉和处理好的野猪肉，趁秦战去外面警戒的时候，悉数收入了绝对保鲜空间。现在，我的空间里已经囤积了足够我们2人吃上几个月的纯肉。但我并没有满足，肉类能提供脂肪和蛋白质，想要在这荒野里长久地活下去，我们需要碳水，需要主食。秦战，你过来看看这个。这是山蛋子，这东西有毒，以前军中有饿极了的士兵挖来吃，轻则腹痛不止，重则上吐下泻而死。那是因为他们不懂怎么处理。这东西产量极高，而且极其耐寒，只要我们能开辟一块地把它种下去，到了明年开春，我们就再也不缺粮食了。我们得种下它，但这山洞不能待了。今晚的血腥味太重，不仅会引来更多的野兽，万一流云总笼里有人大着胆子进山摸索，我们也会暴露。这外围确实不安全了，
我知道再往北走30里有一处隐蔽的山谷，那里三面环山，有一处天然的温泉眼，地气极暖，最适合冬天落脚。天然温泉，地气极暖，就去那里。今晚休息，明天一早天亮就动身。这一夜有充足的食物和火堆，加上秦战如同铁塔般守在洞口，我睡了穿越以来最踏实的一个觉。然而第二天清晨，当我和秦战正准备离开山洞向深山进发时，秦战的动作突然停住了。管家老爷，您当心脚下，前面那个破山洞就是以前猎户落脚的地方。那死丫头要是没被冻死，肯定躲在里面。这声音柔弱中带着掩饰不住的恶毒，是苏翠翠。她竟然带着那个买下她的富户管家找进了深山。管家老爷，您当心脚下，前面那个破山洞就是以前猎户落脚的地方。我那苦命的姐妹8成已经冻死了，若是能在里面寻得几张那丑八怪猎户留下的破皮子，也算没白跑这一趟。原来如此，这女人不仅是来确认我是不是死了，更是惦记上了秦战这个穷猎户可能留下的遗产。在这大饥荒的年头，一张能御寒的兽皮，可是能换几10斤糙蜜的硬通货。哼，要不是城里实在收不到好皮子给老太爷做大袍，本管家才不会来这晦气的深山老林。你们几个把刀都拔出来，这山里邪门的很，都给我精神点！听脚步声，对方带了大概10来个练家。现在杀光这10几个人确实痛快，但浓烈的血腥味会引来更多的野兽。而且一旦城里的富户发现管家失踪，必定会派大规模的家丁甚至官差来搜山。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发育，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死战。但末世的规矩是，既然有人主动送快递上门，绝没有空手放回去的道理。哎呦，这不是王管家和苏大仙人吗？大雪封山的，来给我们拜千年啊！江离，你怎么没死？你很希望我死？你胡说什么？好家伙，这么多上等的狼皮，还有新鲜的野猪肉！乌娜村妇，算你走运，这片后山都是我们主家的产业，你们在这里打到的猎物理应全数上交。进去把那些皮子和肉都给我搬出来！我看谁敢动！哪里来的丑八怪，敢当你爷爷的财路？给我连他一起打，打残了丢出去喂狼！这怎么可能？大王饶命！好汉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这不可能，这怎么会是他？一个快要冻饿而死的废人，怎么会突然变成一个武功盖世的杀神？杀不杀？杀他们脏了这片清净地。在我的规矩里，打劫失败是要付出代价。把你们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兵器，还有最外层的棉衣棉裤，全都给我脱下来，留一件亵衣，赶紧滚！什么？这冰天雪地的，脱了棉衣，我们怎么走回城里呀？求小娘子大发慈悲！ 3。江离，你怎么这么恶毒？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吗2。脱，我们脱！是你自己脱，还是我帮你？滚吧！在这吃人的世道，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们，下场只会比这惨100倍。这女人的心肠够狠，够稳。别看了，赶紧打包。这种破布虽然脏，但里面的棉花拆出来洗洗，能做2床厚实的棉被。那些破铜烂铁拿来熔了，能打造农具，废物利用嘛。既然是契约盟友，有些秘密心照不宣才是最好的默契。
30里的山路，在暴雪中走得极其艰难。如果不是昨晚那些肉类部补充了大量的体力，这具虚弱的身体根本撑不下来。在这白雪皑皑、万物枯死的10万大山深处，竟然隐藏着一片宛如世外桃源般的谷地，太美了！这简直是天然的温室。在末世，为了维持一个恒温的地下种植场，我们需要消耗几百台核能发电机。就是这里了，我们的新家。这就是我们在这乱世中安身立命的第一步。只要种下去，以这里的地气，不出2个月就能收获第一批粮食。秦战，你帮我把这片地翻一翻，我要……诶，别动！修罗赤血印，这东西怎么会埋在这里？修罗赤血印，在末世，每个人都有不堪回首的过去。废土法则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去轻易触碰同伴的伤疤，除非他自己愿意开口。我曾是大千王朝的左路先锋大将，统领10万修罗铁骑镇守北境。这匣子是出征前我夫将父秘密埋在这里的军饷备用库，只有历代修罗将军的赤血印才能调动这笔暗花。3年前，北蛮大举入侵，朝廷断绝了我的粮草。不仅如此，我最信任的监军在背后捅了刀子，将我的行军路线卖给了敌国。10万兄弟为了掩护我突围，死在了洛沙原上，尸骨无存。这张脸是我突袭敌军粮草大营时被滚油和烈火烧毁的。那场大火烧了3天3夜，也烧尽了我对那个腐朽王朝的最后一丝忠诚。江离，你现在知道我是什么人了？我是朝挂榜悬赏的头号通缉犯，是个随时会被千军万马追杀的死人。跟我在一起，你不仅要面对荒野的恶兽，还要面对无穷无尽的追杀。你还要留下来吗？纯金的，成色极好。既然你都说了，这是我们基地的启动资金，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有这笔钱，我们就能换取大量的生铁、盐巴和良种。你不怕死？怕呀！这世上没人不怕死。秦战，不管你以前是修罗将军还是山野猎户，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只知道，你是我选中的搭档。在这吃人的世道，逃避是活不下去的。你有仇家，巧了，我也有一群随时想把我卖了换粮的极品亲戚。既然外面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那我们就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任何人、任何军队都攻不破的钢铁要塞。你的仇以后有机会我们慢慢报，但现在我们得先填饱肚子，吃饭、种地、搞基建，这才是正经事儿。好，吃饭、种地、搞基建。天色渐暗，我们在温泉湖后方找到了一处天然向内凹陷的巨大人洞。今晚就先住这儿，明天我再砍些树木，把洞口封起来。我意念一动，从绝对保鲜空间里调出了食物。我动用净化提存异能，将水里的有害矿物质过滤掉。好香。那是自然，大厨出手，绝无反品。尝尝。随着热汤入腹，他体内那股残留的寒毒开始迅速消融。他一口气连喝了3大碗热汤，吃掉了整整5斤肋排。你的厨艺简直是这世上最好的疗伤药。既然拿了你的军饷，当然要把你这台战争机器保养好。温泉湖周围的土壤因为常年受热熏陶，非常松软肥沃。明天一早，我们把靠近水源的那片空地开垦出来，把这些雪薯切块种下去。这些兵器虽然是金刚打造，但用来挖地太短了。明天我用内力加上篝火，
把他们容一容，打2把锄头和1把开山斧出来。建木屋、开荒都需要趁手的工具。你还会打铁？军中战马的马蹄铁和兵刃，很多时候都要将士自己修补。我力气大，捶打几块废铁不是难事。这简直是个全能型的搭档，武力值爆表，会撇皮打猎，现在连铁匠的活都能干。不到半天时间，2把铁锄和1把开山斧就诞生了。有了趁手的工具，开荒的速度快得惊人。秦战负责翻土，我也没闲着，每一块被翻起的泥土都要敲碎整平，才能种下种子。这是我们在这个绝境隐深山上种下的第一份希望。只要它们发芽结果，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寒冬的饥荒。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过上了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负责伐木盖屋，我负责生火做饭，真正的男耕女织。他在岩洞外部搭建了一座半包围式的木屋，他用石块和黄泥垒起了一座带烟囱的地笼暖炕。我负责处理1日3餐，空间里的狼肉、野猪肉变着花样做成烤肉、肉汤、肉干。我还利用温泉边的植物提取了天然的织布胶，几张狼皮被我彻底清洗消滞，做成了2件厚实保暖的皮球。在我的食疗和温泉的双重作用下，秦战体内的寒毒已经彻底潜伏，整个人已经恢复了当年修罗将军的气场。这就是高山学术加上地热和异能催化的恐怖效果吗？照这个速度，不出1个月，我们就能收获几百斤的粮食。这股味道不对劲，不是普通野兽的腥臭，还夹杂着浓烈的硫磺味和一种海盐的咸涩。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海盐的味道？我顺着这股味道，朝着山谷最深处的迷雾摸了过去。就是这里，那股味道，咸涩硫磺，带着一种海的腥气，那是天然岩银矿。在盐铁专营的古代，这一座天然盐矿价值堪比一座金山。末世的时候，这种体型的变异兽需要一支全副武装的10人小队，配备重型穿甲弹，才能勉强猎杀。绝命！孽畜，找死！江离，退后！退什么退？这可是送上门的顶级皮草和高蛋白。红伞伞，剧毒粉末。就是现在。对于修罗将军来说，1秒钟的破绽足以决定生死，战斗结束。你这女人，胆子大的连阎王爷都得怕你3分。风险越大，收益越高，这可是废物，这是荒野生存的第一铁律。这身白毛子，削日好了，绝对是御寒极品。不过，今天最大的收获不是他，秦战，我们发财了！这是岩盐矿。没错，
盐是受到朝廷严格管控的战略物资，北疆苦寒，官盐价格高昂，且多是掺了沙土的劣质粗盐。即便是军中底层的士兵，也经常因为缺盐而浑身乏力，甚至患上浮肿病。但这些天然盐矿不能直接食用，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毒的苦乳矿物质，直接吃会死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头巨猿会守在这里舔舐，因为野兽的抗毒性远强于人类。但我会提存，而且我不仅懂物理提还法，我还有异能。有了这些盐，我们山洞里囤积的肉类就能彻底腌制保存，再也不怕腐坏。而且等我们以后要招兵买马，或者去黑市换取物资，这东西比你匣子里的金条还要好使。江离，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多着呢，以后慢慢看吧。现在干活，把这头大家伙解剖了，然后跟我一起开采盐矿。接下来的半个月，我们迎来了真正的大生产阶段。这可比席梦思舒服多了，你剥皮的手艺一流，而提纯食盐更是成了我们的首要任务。物理过滤完成了，泥沙和杂质被去除了大半，但最关键的还在后面。物理过滤只是第一步，真正关键的是我要出手了。精神力如同精密的探测器，那些有毒壁的重金属离子、苦涩的矿物质成分被逐一剥离蒸发。时光飞逝，转眼间，我们已经安稳地度过了1个多月，外界依然是大雪封山，饥荒遍地，无数流民在风雪中化为枯骨。但在这隐蔽的温泉山谷里，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奇异景象。秦战，拿锄头来！可以收了。1个多月的心血，全在这片地底了，挖开看看就知道了。仅仅是一株藤蔓下，竟然结了10几个巨大的血鼠，掂量一下，怕是有7、8斤重。眼前这种作物，产量竟然恐怖到了这种地步。继续挖，全挖出来。粗略一估，这1亩左右的试验田，竟然收获了将近5000斤的高山雪鼠。江离，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只能像个孤魂野鬼一样在这深山里苟延残喘，但你来了，你不仅给了我一条命，还给了我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有了甚至只可以活得比大钱的皇帝还要滋润。这才哪到哪儿，吃饱穿暖只是第一步，虽然有吃有喝，但缺乏不棉花，甚至你需一副真正的铠甲和强弓。过几天等雪稍微停一停，我们得带着这些去一趟边关的地下黑市。闭门造车是不行的，我们需要建立一条属于我们的情报和物资交易线。黑铺里鱼龙混杂，什么逃犯、流寇、走私商都有。不过有我在，没人动得了你。修罗血剑，我的部下，3年前那场屠杀里，竟然还有兄弟活着。这是追杀令，说明他们就在这片深山的外围。江离，你待在山谷里，关好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我和你一起去。胡闹！追杀他们的是大前王朝最顶级的死士，那是真正的军阵绞杀，一支流转就能要你的命。秦战，你冷静点，你一个人去，
就算能杀光所有人，你能保证把兄弟活着带回来吗？他们被逼到放血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只会杀人，不会救人。你需要一个能在关键时刻给他们吊命的搭档。没有我，你带回来的只会是尸体。跟紧我，遇到危险立刻跑，不用管我。废话少说，带路。老头，别挣扎了。秦战3年前就被烧成了灰。你们这群漏网之鱼，还想把那份密报送出去？放你娘的狗屁！将军是被你们这群阉狗害的，老子今天就算被踢成骨架，也绝不会让你们把密报拿走。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乱箭射死！谁说我死了？什么人？修罗将军，你没死？不可能！将军没死。将军，属下铁道营校尉，终于又见到将军了。好兄弟，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剑上有毒，都是为了掩护我们，中了一箭暗弩。让开！你想让他加速血液环暴毙吗？江离，你能救他，对不对？闭嘴，别妨碍医生干活。这条命保住了，另外2个都是皮外伤，死不了。这里的血腥味太重，追兵可能不止这一批，必须立刻把他们转移到山谷里去。还能走吗？能。天爷啊！将军，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吗？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将军，这是属下拼死带出来的东西。3年前出卖我们的那个监军赵普，现在已经步步高升。3年前出卖我们的那个监军赵普，现在已经步步高升。密报上说，大前皇帝已经正式封赵普为北境巡视使，统领3万大军，即将进驻边关。赵普这次来，不仅是为了搜刮北境的民脂民膏，更是因为他听到了风声，他怀疑您还没有死，这次是要来将这10万大山彻底翻个底朝天，斩草除根。3万大军，赵普，他当年踩着我10万兄弟龙弟的尸骨换了顶戴花翎，现在竟然还敢来北境！将军，北境本就缺粮，赵普这次名义上是巡抚，实则是带兵来搜刮清剿的。这10万大山虽然极其庞大，但3万大军若是采取封山烧林的绝户计，咱们恐怕插翅难飞呀！慌什么
3万大军听起来吓人，但在这个大雪封山的季节进军10万大山，简直是兵家大忌。在末世，我曾经协助城防军抵御过100万级别的丧尸潮。面对数量庞大但后勤拉胯的敌人，我太知道他们的致命弱点在哪里了。从京城到北境，千里迢迢，这冰天雪地的，3万人的粮草消耗是一个天文数字。北境本就闹饥荒，边关的存粮根本养不起他们。赵普的大军想要进山搜捕，必须建立漫长的补给线。只要他们敢把战线拉长，在这片10万大山里，谁是猎人，谁是猎物，还真不一定。你的意思是打他们的辎重？不仅是辎重，游击战、陷阱战、疲劳战，在这片地形复杂的原始森林里，他们的人数优势根本施展不开。最重要的是，我们手里的底牌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我们有极其充足的抗寒口粮、高山雪薯，有能治愈伤病的净化肉干和草药。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硬通货——高纯度精盐和黄金。我们现在唯一缺少的是情报网络、精良的装备以及人力。明天我们去边关黑市的计划不变，赵普大军最快也要半个月才能抵达边关。我们必须在这半个月内把手里的资源转化为绝对的战斗力。好，听你的。身板太薄，不止20斤粗面。和末世初期那些失去秩序的幸存者营地一模一样。去哪里交易？最大的地下钱庄庄间黑市，聚宝阁。干什么的？里面闲人勿进。嘿，大哥，里面请。买东西还是卖东西？小娘子，这聚宝阁可不是收破烂的地方。你要是拿些山里的破兽皮，或者几株不值钱的野山参来充数，可是会被打断腿扔出去的。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哼。这纯度，这色泽，简直比每年送往京城进贡的皇家青盐还要细腻10倍！我的老天爷，你们从哪里弄到这种神物？来源你不用管，我手里还有很多，我要用它换生铁棉花、军用重弩的机括部件，以及最新的边关军情。2个没有护卫、没有背景、穿着粗陋的山野之民，却带着堪比金山的绝世神物，在黑市的规矩里，这就是送上门的肥羊。来人啊！这2个奸细敢偷盗皇家贡盐，给我拿下！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他们宰了，搜出制盐的方子，咱们聚宝阁就发大财了。这就是我不喜欢和古代奸商打交道的原因，总是分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现在这笔买卖能做了吗？能，大爷饶命，爷爷饶命！生铁锭1车，上等棉布和粗棉各50匹，军用连弩机鞘15把，金疮药和抗寒草药足量，一样都不能少。是，全都给您备齐，还有那2匹拉车的高头大马，算小的孝敬2位的。成交。关于边关军情，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2位祖宗，最近边关确实要变天了。朝廷新封的北并巡抚赵普大人率领的3万大军，后天就要抵达黑渊镇外扎营了。听说他的先锋营今天就已经镇子了，正在大肆搜刮民脂民膏，还要强征刘宁去10万大山当探路的炮灰呀！撤！都给老子走快点！巡抚大人后天就到，你们这群贱民能被选去给先锋营探路排雷，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江离，那是江离那个贱人！军爷，你们别抓我，我认识反贼。前面巷子里那个男人就是朝廷悬赏的修罗军余孽，他们车上装满了违禁的铁器和军用连弩，抓住他们，你们就是大功一项啊！修罗军余孽，还带着违灵军械，把那条巷子给我围死！男的乱刃分尸，女的留活口，那些兵器全是老子的军功，不知死活。怎么可能？秦战的武力怎么可能到了这种地步？将生存希望寄托在背叛和依附他人身上，这就是下场。想跑，给我放箭！做梦！将军，夫人，你们平安回来了。我们已经暴露了，赵普的先锋军已抵达黑渊镇。赵普既然锁定了黑渊镇，以他宁杀错不放过的性格，绝对会强行搜山。来得正好，我本就没打算躲。你们三个虽然身上有伤，但摆弄军弩应该是好手吧？夫人放心，只要有机括，我们用山里的硬木削制弩身，1天之内就能组装出最致命的杀器。很好。接下来的3天，我要你们把每一根弩箭的箭头都在这锅毒水里浸泡3个时辰，只要擦破一点皮，就算是头大象也得咽气。3万大军又如何？只要他们敢踏入这10万大山，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峡谷绞肉机。接下来的3天，整个山谷化作了一座极其高效的战争兵工厂。秦战利用我换回来的生铁，在温泉湖边夜以继日的锻打，不仅为自己打造了一套护住要害金刚轻甲，还打出了上千个极其锋利的铁犁犁，每一个都将是赵普大军的脚下噩梦。我则将山谷里能找到的所有有毒植物进行了极限提纯，混合着刺鼻的硫磺，制作出了几10个简易但致命的毒烟弹。第4天清晨，连绵数日的大雪终于停了。10万大山外围传来一阵犹如闷雷般的震动，黑压压的大前军队如同漫山遍野的黑色蚂蚁，正顺着山路极其艰难地向深山推进。最终，一支大约2000人的精锐先头部队，在赵普亲自督战下，来到了一线天峡谷入口。给我搜，放火烧林，就算把10万大山翻过来，也要把秦战的尸骨给我找出来。将军，积雪太厚，树木潮湿，根本点不着啊！那就用长蛇阵，一个一个角落给我搜，找不到秦战的踪迹，我第一个让你掉脑袋！动手！有埋伏，聚盾，聚盾！盾牌防得住剑，防得住气吗？赵普！秦战，你竟然真的没死！护驾，快给我挡住他！3年前，你卖主求荣，害死我10万兄弟。今天，老子就用你的头来祭奠他们的在天之灵！将军饶命！秦战，修罗王，我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给你，我向皇上上奏，为你平反，别杀我！晚了。
3年了，终于给兄弟们报了仇。结束了，走吧，回家。好，回家。时光荏苒，岁月如松，转眼间，距离那场震动天下的峡谷反击战已经过去了1年。10万大山深处的温泉山谷，早已彻底变了模样。如今已经被扩建成了坚固石垒砌而成的巨大堡垒。堡垒外围不仅挖了深深的壕沟，还布置了无数淬满剧毒的机关陷阱，绝对固若金汤。而最让人震撼的是山谷内那片一望无际的翠绿农田。经过我的异能催化和改良，高山雪薯不仅产量翻倍，甚至还衍生出了杠旱的品种。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垦了菜地，驯化了深山里的野猪和野鸡，甚至在温泉湖边圈起了一片水产养殖区。随着赵普的覆灭，秦战未死的消息在北境悄悄流传，无数当年被打散的修罗军残部，以及实在活不下去的流民，冒着生命危险，穿过重重迷阵，投奔了这座隐秘的山谷。如今的山谷要塞已经聚集了将近500人，老刀成了护卫队的统领，每天操练着那些身强体壮的士兵和流民，而那些老弱妇孺则在我的统筹下负责种植、制盐、削皮和烹饪。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更没有饥荒。首领大人，今天大伙能吃上肉吗？只要有我在，不仅顿顿有肉，我还保你这辈子吃遍这天下最极品的人间烟火。